小矮子，30秒 KO 你。哦，我最不喜欢说我个子矮，小矮人，我打你嘴巴。小伙子，别嚣张，别看我个子小，眼睛大了，明天晚上照样 KO 你啊！这位在网上叫嚣30秒 KO 武僧一龙，31秒 KO 死神方便，他就是中国最能打的小矮子何喜格图。来自内蒙的何喜格图和吸血魔李景亮是师兄弟，这哥们儿看着有158公分左右，个头貌似并不是很高，但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自从他的父亲去世，就开始接触散打和巴西柔术，不得不说浓缩的都是精华。他以过人的格斗天赋和学习能力，一举拿下了内蒙古散打冠军和内蒙摔跤冠军。随后在26岁的时候开始进军 MMA 综合格斗，在擂台上大杀四方，荣获草原狼的称号，还将一位1.7米的美女收入自己麾下当娇妻。如今36岁的何喜格图依然选择在擂台上东征西讨。何喜格图和他的对手赛前就已经剑拔弩张了，各自都已经放出了豪言壮语，不是30秒 KO 你，就是30秒你把我 KO。他的对手是中国的格斗小将王秉印，来自于格斗兄弟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边的精兵强将可不少。王秉印所学技能是 MMA 综合格斗，而且俱乐部里边有鬼教瑶瑶洪刚的加持，从而王秉印在 MMA 的道路上越走越高。MMA 战绩为4战1胜3负，毕竟是一位年轻小将，经历的磨练还是不够的。年仅23岁的王秉印仅有的1胜，是第1回合尾声将对手降服，3次输掉比赛都是以点数输掉的，可想而知王秉印的体能和耐力还是很强的。毕竟王秉印身高马大的，对战小级别的选手不 KO 对手就是输的结局。双方赛前已经立下军令状，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谁说的话更有可信度。栏目选手身高156公分，臂展156厘米，体重57.3公斤，年龄37岁，来自于狼牙格斗俱乐部。MMA 综合格斗战绩15战10胜5负 ，JCK 战决胜战绩1战1负。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蓝方选手草原狼何喜格图。本场比赛，红方选手身高174公分，臂展174厘米，体重58.3公斤，年龄23岁，来自于北京格斗兄弟俱乐部。MMA 综合格斗战绩10战5胜5负 ，JCK 战决胜战绩3战1胜2负。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王秉印。比赛还未开始，何喜格图就已经摩拳擦掌了，蹦蹦跳跳跟个小兔子一样。对比之下，王秉印的身高是真挺高的。暂且不说这个赛事和对战双方如何，就说这举牌小姐姐是一个比一个亮，身材一个比一个好。咱话就先不多唠了，一个是年仅23岁身高马大的小将，另一个是37岁的老将，他俩究竟能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如此神圣的一刻，请长按3秒点赞即可。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碰拳之后，王秉印就径直地走向何喜格图。反观何喜格图的步伐移动还挺灵活，不愧是一个灵活的小矮子。奈何王秉印可不打算放过何喜格图，一直跟着何喜格图在笼边进行围绕着走。何喜格图有点不耐烦了，就觉得王秉印跟个狗皮膏药似的，决定下前抱摔给王秉印点颜色看看。王秉印防抱摔做的还挺不错，不知道是何喜格图真正的抱摔，还是在试探王秉印。王秉印内心十分的熟知，只要不提前结束比赛，这场比赛的胜利将会属于何喜格图。只要不被王秉印提前结束比赛，就算何喜格图全场跑图都不会输。而进行游走。相信这场比赛之前，王秉印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身高和臂展优势进行全面的对战。是的，但是呢，绝对是不能轻敌的。不错，何喜格图呢是中国的传奇 MMA 老将。他除了自己在做格斗的多年的征战之外呢，也是创立了狼牙格斗俱乐部，带了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没错，我们看到何喜格图也是身先士卒啊。还别说，这何喜格图真是全场跑啊！在战力上，何喜格图是绝对打不过王秉印的。对付王秉印，何喜格图只能智取不可猛攻，而且何喜格图在战力上本来就有短板。刚才何喜格图也试探了抱摔了一下，王秉印的防抱摔也相当的强势。该说不说，比赛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怎么还没出现 KO？
赛前两人还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更新迭代啊，特别的快，而且呢，技术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对于赫喜格图这位老将来说呢，真的是以身作则啊。没错啊，我们看到可能最早的时候，这种单项的站立式比赛当中，大家可能更多的使用的是这种正蹬的技术，但是慢慢现在也变成了弧指的前蹴。是的，着力点的不同，也就是增加了穿透力和压强。没错，赫喜格图还是采取了一个游走的战术。毕竟是跟对手的身材有很大的差距，开始打得更加的主动。这场比赛其实呢，对于王秉义来说呢，他的压力在于赛前的称重超重，所以说这场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没错。那当然，身高和臂展是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对于打击摔跤手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重心，否则的话，被对方进行下体抱摔是非常难受的。是的，因为在比赛当中呢，你要不就特别的远，要不就贴身，这也是留给赫喜格图是2个维度的这种优势。这种优势呢，就是说自己的爆发力特别强，从远距离呢直接打入的这种能力也是相当强的。而且永远不要小看这种摔跤手的近身摆拳，还有老将的老拳没错。王秉义还是显得非常耐看，这就刚才的长处里面非常危险的，非常危险。好的，在战力上，赫喜格图是一点优势都占不到。王秉义的气势越来越大，碾压赫喜格图的优势就越凸显。虽然赫喜格图身处较大的劣势，但是防守反击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毕竟王秉义是一个年轻人，在穷追猛打的时候被赫喜格图前手拳击中，幸亏王秉义反应够快，不然吃亏的就是王秉义了。咱优势归优势，那也不能放松警惕。赛场上最忌讳的就是轻敌，轻敌的后果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也是瞬间失衡。赫喜格图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话，会效果更好。是的，现在呢，赫喜格图呢已经是摸清楚了王秉义的基本的一些的权路线，以及王秉义的压制效果还是很强势。赫喜格图找到机会一记下前抱摔，奈何双方身高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赫喜格图幸好把王秉义先犯了，不然赫喜格图真是把自己往火坑里送啊！拿到上位的赫喜格图暂时做不了什么动作，反观王秉义也在调整着位置，试图起身做反抗。是的，现在赫喜格图呢还是奋力拿到摔痛的位置。现在王秉义也确实你看双手是极为的长撑住地面之后呢，赫喜格图是非常难把他给压平的毕竟是自己有两个甚至3个这样的一个着力点，能够保证自己的平衡。是的，赫喜格图再一次的抱腿2次抱摔起身，好的，还有30多秒的时间，再次飞膝，再次失衡，落空了。现在处于上位的赫喜格图，如果按照这种冲击力继续打下去的话呢，赫喜格图这场比赛他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是但是毕竟我们王秉义气势越打越凶，内心只有一个想法，就是 KO 赫喜格图拿下胜利。不 KO 赫喜格图，那就是自己的失败。拿着绝对的身高臂展优势，还有体重优势，还有最重要的年轻资本，王秉义也是用尽了全力来给予压制赫喜格图。比赛他只有拿下终结的胜利，才能够真正赢下比赛。是这样，对于王秉义来说的话，时间是他最大的敌人。好，第1局比赛结束。前面看到呢，在之前用了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赫喜格图都是在进行全路的试探。到后期之后呢，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节奏。所以说，你如果让赫喜格图真正去一步步放开了，王秉义就要这边非常非常小心了。从第1回合的整个的事态和过程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王秉义呢还是打算用自己的这个身高和臂展的维度，包括优势去打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在比赛当中自己这个对于距离的控制和刺拳的一些运用，倒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可能更多的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弧线型的抡摆的连击。如果想要击败一个对手呢，你首先要去想一下，我有哪几种可能性去击败他？我是有着能够去 KO 他的拳，还是能够去重创他的腿，还是能够去给他进行摔控，或者是其他的等等，或者我在纯站立的情况下，不停的给他进行这种不停的打击输出的压制呢？所以说，你把这些问题都考虑一遍之后，你才能够在赛前有一个比较清晰。比赛进入到第2回合，赫喜格图率先直拳进行试探，王秉义W星追赶赫喜格图。赫喜格图不得不往后进行拉扯，毕竟双方的优劣差实在是太大了。赫喜格图的身材并不是一个太大的缺点，反倒来看这是一个优点。赫喜格图打起来跑得想到的快，在地面缠斗丝毫不逊于王秉义。
虽然表面看着河喜格图占据劣势，则是河喜格图在下一步大棋。身高和臂展的优势的情况下呢，切记，我们不能说着他去轻敌河喜格图，切记把这种优势真正当成自己的绝对优势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看到其实他可能不能像之前打刺拳、打横梁距离这样去试探，因为毕竟他赛前超重，必须终结对手。是的，更不允许有半点的犹豫，一定要更加的坚决。是的，河喜后手，现在还是看，这就是慢慢王炳英也开始加速。是。毕竟还是要终结对手才能拿到比赛的胜利。是的，河喜格图呢，在第一个回合，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呢，抱摔是成功，但是呢，那一轮的抱摔呀，对自己的体能也是比较大的消耗。好，双方在第2回合中段，二人就表现得十分的谨慎，比赛也呈现出一种紧张的局势。王炳印是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反观河喜格图是被动加入战场，而且河喜格图各个指标还不占优势。王炳印的进攻气势虽然很强，但目前来看并没有多少有效的击打，而且躲闪能力还不如河喜格图的躲闪能力好呢。之后呢，有可能会挨到河喜格图的这种抡摆拳，还有就是有可能进去之后呢，会造成这个河喜格图会给他进行这个利用空点的下脚抱摔。没错，但是现在我比较担心的其实是河喜格图的一个体能的储备，因为对于老将来讲的话，时间越长，他的体能储备下降可能也是的快。是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体能储备，不是说是河喜格图会不会到后面就没有体能，是的，不是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这种体能还能不能够维持让自己拿到优势的这种高频的移动的这种体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高频移动，包括反击，包括像对手的预判，都是建立在自己大量的体能储备之上。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从场面上来说的话，河喜格图尽管在外圈，他其实比对手更累的。是的，连续打击。如果以赛车的角度来思考呢，那就是河喜格图是一个非常善于弯道超车的这样一位选手。没错，好的连续的打击，我们能够看到确实23岁的年轻战将王炳印他的拳击的基本功是相当强的。是。哇，手拿得很低，也是对自己的打击有很高的自信。小心非常小心的，因为河喜格图单击的爆发力和 KO 力也是在之前的多场比赛当中是有过验证的。是王炳印这边的话，河喜格图也是用了很多低位的摇闪，牙套好像谁的牙套飞了出来？在河喜格图眼里，王炳印就是一个狗皮膏药。那么在王炳印眼里，河喜格图就是一个大肥肉，就死皮烂脸的追着河喜格图走。河喜格图走到哪里，王炳印就跟到哪里，就跟甜蜜的情侣吵架似的。河喜格图面对王炳印的穷追不舍，暂时也想不到什么有力的办法应对，对河喜格图进行进攻。这就是河喜格图。那么王炳印呢，对于这种的打击呢，虽然有可能自己是有格挡到，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冲击力，包括这种势头，那算不算是有效打击呢？也都是包括这种我们的拳套呢是非常的薄的，也有多场的比赛有可能这个拳套有挡住，但是的这种震荡力呢还是非常可怕的。毕竟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比赛的好的击穿透力也是很强。这一回合河喜格图其实也是加强了自己对于对手的。已经被压榨10分钟的河喜格图受不了，开始抱摔将王炳印带入到地面，奈何王炳印打站立打上瘾了，浑然不知道这是一场 MMA 的比赛，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被河喜格图按在了地上。等反应过来的王炳印已经失去了地面主导权，开始调整位置来试图回到站立。条腿太长了，河喜格图想要去跨过王炳印的膝盖感觉呢也是相当有难度的。他是要打刚才从那个蝴蝶式防守回到了封敌式。我们看了比赛的第2回合还有最后的40秒钟。王炳印这位选手呢，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他的基本功呢非常的扎实，而且在现场呢也是面对老将呢表现出来自己这种非常沉着的心理的成熟的程度。没错，我们看尽管是在赛前放话的时候放得非常的凶狠，但其实到了比赛当中，他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沉稳的一面，兵不厌诈。没错。10几秒钟的时间，上位的砸拳，我们看河喜格图在争取自己更大的优势。是的，现在河喜格图也是不知不觉的把比赛推到了死亡卡角的垂直压制控制。没错不要忘记这是一位37岁的老将。这边看到是好，第2局比赛结束。从整体的场上的形势来看的话，其实河喜格图在第2回合还是把比赛牵到了属于自己的这种高速移动的节奏。也就是说，刚才的拳法的双方都有互重，都有对拼。那么对于抱摔、摔控以及地面的砸击，
也就是赫喜格图啊，有可能去拉开跟对手一些距离的方式方法。好，我们看一下刚才比赛当中的精彩回放，包括像这个腰部把位的缠斗啊，包括像非常漂亮的低位摇闪之后的摆拳，很大，力度很大。而且这种我们看到对于身体和头部的连击啊，赫喜格图在这一回合也是加强了自己进攻的频率。还是那句话，因为赛前超重王秉胤，他的最大的敌人目前就是时间。是的。确实，对于赫喜格图这位老将啊，本身其实作为自己的体型来说，王秉胤真的差距是相当巨大，非常的大。得到了，看到第3回，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王秉胤再次突进赫喜格图内围，反观赫喜格图还是以王秉胤以中心进行围绕，龙边就是赫喜格图最好的归途，反而追捕赫喜格图是王秉胤的归途，双方再次陷入了你追我赶的死循环。回合的双方的打击的数量是双方呢也是相当接近，而且呢赫喜格图确实他这种以退为进的打法确实是极具迷惑性。还是在这边上钩，小心啊！确实臂展很长，这样的一个上钩拳可以撩到赫喜格图。是的，腿法。王秉胤也是加强了腿法的进攻。其实刚才在第2回合，王秉胤倒并没有用很多的腿法进攻。确实啊，如果是单纯的从这个 ITF 的体系来说的话，王秉胤的腿法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有代表性啊，可能更多的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正蹬啊。刚才赫喜格图有一个推打的组合，是身体、头部打击，确实距离上来说的话，还是王秉胤占很大的优势。是的。回合时间已经过半，王秉胤依然没有想 KO 赫喜格图的意图，连续蹦跶的赫喜格图十分的灵活，貌似龙边就是赫喜格图的家，来回进行虚晃游击战，赫喜格图就利用体重的差距，就是不给王秉胤 KO 自己的机会。来回虚晃是赫喜格图最后制胜的王牌，前手刺拳也是相当的精准啊。为了去拉近和对手的距离，我们确实能看到赫喜格图再次抱腿，这个抱腿显得能看到再次抱腿成功啊。第2落点的判断以及上位的压制，基本功真的是太扎实了。赫喜格图没错，这边的话，王秉胤也是用自己很长的臂展去推这个赫喜格图的膝盖啊，又是双手撑地。是的，王秉胤再次看到赫喜格图去抱腰，看能否拿到摔控的位置啊。现在的后背的位置，我们看王秉胤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这种相对来说是坐姿啊，手臂也很长。接下来的话，看一下赫喜格图该如何去完成地面上的控制和输出。确实呢，正像是刚才我们提到啊，时间啊，对于被抱摔在地上的王秉胤已经完全失去了主动权，时间1分1秒的过去，赫喜格图的胜利就在眼前。王秉胤却被赫喜格图按在地上无法动弹，此时双方的身份做了一个互换，赫喜格图就像一个狗皮膏药，反观王秉胤就像一块肥肉，赫喜格图十分的稀罕他，就将身体贴在王秉胤身上，是破釜沉舟了。没错啊，这也是多年比赛当中对于比赛当中能够去锻炼出的这种交感。其实如果2个人从身形上来看啊，如果说是到未来我们 JCK 战军城啊，我们所有的拳迷到现场来看比赛的时候，如果看到这场比赛的现场看，你们会知道2个人呢，真的好像不是差了1个公斤级，好像2个公斤级。没错，所以可以能够感受到，我们看赫喜格图再次的提拉，比赛有将近2分钟的时间，再次成功，真的老将啊！这种老将的执着，而且对于比赛当中，我们看还是想把对手拖入到他不擅长的领域当中。那王秉胤还是使用双手撑地，不给赫喜格图把自己好的，这是成功的执行了压平的压制战，再一次的用双手撑地做了起来。由于第3回合来说的话，双方身上都出了大量的汗，比较湿滑，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赫喜格图想要完全控制王秉胤也不是那么是的啊。刚才有几次是从这个对方的身体当中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呀，2个人摔跤去控制人。此时王秉胤已经完全脱身，不料狗皮膏药赫喜格图再次扑了上来，王秉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前2回合不和赫喜格图拼命，第3回合尾声的王秉胤已经无法回天了。赫喜格图持续的将王秉胤按在龙边，和这种输出的距离。是的，王秉胤现在确实啊，姚洪刚在场外喊没有时间了，是确实。
时间现在是王秉义最大的敌人，那么赫奇格图呢也是深知这一点。这是因为毕竟他在比赛当中占据了巨大的体型优势。是的，老将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一个36秒钟，再一次扑倒。我们看到，哎，这次的孤镜拿背啊，转成了上位。但是接下来的时间30秒钟，能够终结赫奇格图吗？赫奇格图呢，这位老将啊，在地面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扎实的基本功啊，所以我们现在赫奇格图呢使用双手的封闭式防守。这边的话，袭击去打击身体，最后的10秒钟留给王秉义的时间不多了。是的，最后的袭击，赫奇格图呢是双手大扣持，紧紧的把王秉义拉。铃声响起的那一刻起，王秉义的比赛已经输掉了。总体来讲，赫喜格图是跑赢的。反观王秉义已经竭尽全力来进攻赫喜格图了，但是赫喜格图就是围绕着龙边跑。王秉义的控场能力还是提升了不少，不管是在进攻方面还是防守方面，王秉义都吃到了不少的亏。最终的是对手是一个小矮子，要是对手是一个180的大汉，王秉义估计一回合都撑不到。控场能力哦，没错。而且我们从局间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统计来看，尽管是双方的身材的差异巨大，但是赫喜格图的输出的频率，包括他比赛当中打击的命中率，其实和对手的差距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是的，看下潜的抱摔，包括这种扫支撑腿的技术啊，也是显示出赫喜格图非常扎实的摔跤的功力。连续的摇闪，包括像对手的这种臂展的优美。双方其实在这种站立和抱摔的争夺还是非常的激烈。赫奇格图的大摆拳尽管是自己知道比赛当中对方不终结不能获胜，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强的想要去 KO 对手的欲望。好，让我们听一下最后的判分结果。下面宣布比赛结果：本场男子 MMA 综合格斗规则一样级比赛的最终结果为，由于来自于中国的红方选手王秉，裁判宣布比赛结果，双方赛中没有出现违规动作，而且全场打的还有来有回。根据赛前的规则判定，赫喜格图获得比赛胜利。虽然这场比赛胜利质量不是很高，但没有1601公分的赫喜格图面对如此身高马大的对手或没有退缩，反倒挑衅对手，说明赫喜格图在气势上已经完胜了对手。明知道差距这么大还坚强的应战，不愧是内蒙的一条汉子。视频到这就结束了，请在下方说说你们的看法。